朱棣通过兵变上位，成为历史上唯一造反成功的藩王。他发动靖难之役的起因，究竟是如一些史料所说，是建文帝欺人太甚，不得已起兵自卫，还是早有野心，蓄意为之？洪武31年，朱元璋去世，皇太孙朱允炆即位，成为明朝第2个皇帝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机敏过人的朱元璋对叔侄之争是有所预料的。他事先留下遗诏，关照分封各地的藩王不得前往南京哭临，意在防止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。燕王朱棣得到父皇驾崩的噩耗，立即带领军队从北平赶往南京奔丧。快到淮安时，收到建文帝派人带来的先帝遗诏，只得悻然退回北平。心怀不满的朱棣发布了报复仇书，责问建文帝焉有父死而不得奔丧者也。一个藩王居然敢骂皇帝不孝，和皇帝这样叫板，很难说他没有别的念头。而在朝鲜的史料《李朝定宗实录》里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。在朝鲜的记载中，燕王就不是去奔丧的，更像是去要兵夺权的。而朱允炆也允许燕王一个人去看太祖，但燕王可能害怕单进入城被杀，所以跑了。《李朝实录》是藩国的记载，明朝不会去篡改人家藩国的史书，而且朝鲜没有抹黑朱棣的理由，所以可信度比较高。就是通过这些记载，我们可以肯定燕王不仅是去奔丧了，而且是带着大军去的。当看到长江防线严密，又不敢单骑入城，所以才半路折返。这一点也许朱元璋早有预料。根据野史记载，他甚至考虑到有可能会发生宫廷政变，因此预先给皇太孙朱允炆留下锦囊妙计，放在红色的宝匣之中。去世前交代说，如有大难可以打开。建文4年，朱棣的反叛军队进入南京金川门，建文君臣在危难之际打开这个宝匣，里面有3张度牒，以及袈裟、僧帽、僧鞋、剃刀、银元宝等物，要建文君臣化妆成和尚潜逃出宫，甚至还详细地准备了如何脱身的预案。朱允炆从鬼门出宫，其余人等从水关御沟出宫，伯穆时分在神乐关会合。朱元璋的这种预感是出于对4子朱棣的了解，燕王与新帝的较量不可避免。在朱元璋已确定好继承人的情况下，仅只是朱元璋第4子的朱棣，为什么还会对皇位动念头呢？朱棣的野心可能肇始于洪武25年。这一年，皇太子朱标病逝。朱元璋原本十分欣赏朱棣，因为他性格、脾气、作风都与自己酷似，一度想立他为皇储。但翰林学士刘三吴认为不行，理由很简单，把2子秦王、3子晋王置于何地。他建议立朱标的长子即皇太孙朱允炆为皇储。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利弊参半的建议，利的方面是体现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，可以服众；弊的方面是那些藩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，能够容忍一个年轻的侄子做皇帝吗？燕王朱棣尤其难以摆平，尤其是在2哥秦王、3哥晋王相继死去后，作为朱元璋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人，他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。于是建文帝与燕王的矛盾逐渐明朗化。朱允炆在即位之前也已经感受到叔父的潜在威胁，他向太常卿黄子成请教如何化解这个威胁。黄子成援引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典故，示意建文帝削藩。即位以后，在其太黄子成的辅佐下，建文帝加快了削藩的步伐。他在薛燕王属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，先皇帝在世时，朱棣包藏祸心，为日已久，现已祷告太庙，将他废为庶人。很难说是建文帝的削藩逼朱棣谋反，还是朱棣的异常逼迫建文帝加快削藩的力度。总之，在这样的猜疑链下，争斗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面对建文帝的攻势，朱棣则打出清君侧的幌子，指责奸臣齐泰、黄子成等人假陛下之威权，减皇家之之业，发兵南下。同样是藩王反叛朝廷，汉朝的七国之乱、西晋的八王之乱都以失败告终，而明朝燕王的靖难之役却胜利了。朱棣成了明朝第3个皇帝，成祖，年号永乐。朱棣当上皇帝之后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，摆脱篡位的嫌疑，大肆制造舆论，篡改史书，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，把建文4年改成洪武35年，表示他是太祖高皇帝的直接继承者。与此同时，对主张削藩、抗拒靖难之役的建文朝大臣实施残酷的大屠杀。
史学家孟森在谈到靖难后杀戮之惨时，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：“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。”这在他的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。永乐初年，再现了洪武年间胡惟庸档案、蓝玉档案大屠杀的一幕，其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孟森分析道：朱棣篡位成功，臣民以为他毕竟是太祖的儿子，夺位不过是帝王家事，没有必要非得口诛笔伐不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完全可以豁达大度，对见闻旧臣不予追究，未必会有什么后患。即使要杀几个见闻亲信，也不必株连他们的亲属，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。但是朱棣没有这样的雅量，因为篡位心虚，必须造成无人敢于议论的威慑恐怖气氛。在这点上，他深得朱元璋以重点谕臣下的真传。其中最为人熟知的，莫过于对方孝孺的朱始祖。方孝孺案受到株连而死的有873人，充军边地而死者难以计数。他的妻子正是和2个儿子自缢而死，2个女儿投秦淮河而死。那些受株连的人显然是无辜的，他们的后裔经受了长期的凌辱。万历13年，朝廷宣布大赦受方孝孺牵连而充军者的后裔，竟然有1300多人。朱棣在惩处景清时又有一大发明瓜万超。景清是个奇人，建文初年，他以督察院左迁都御史身份出任北平参议。朱棣与他交谈后，曾对他大为赞赏。南京陷落后，他与方孝孺等相约以身殉国，然而他却单独向朱棣表示归顺之意，得以留任原官。此举颇受见闻旧臣的非议，其实错怪了他。原来他想潜伏下来，乘机行刺朱棣。此事的案发，据明史的记载，颇有一点戏剧色彩。案发前，主管天象的官员向朱棣报告，有一颗赤色的异星正在犯地左。迷信天象的朱棣信以为真，立即怀疑景清图谋不轨。上朝时，他看到景清身穿红衣，神色异常，马上命人对他搜身，果然查获他随身携带的凶器。景清愤其喊道：“欲为雇主报仇耳！”仇来不及报，就被处死了。景清死得很惨，斩首后还被剥皮。朱元璋当年为了以重点谕臣下，搞了不少酷刑，官吏贪赃银子60两以上，先斩首后剥皮。州县衙门左边的城隍庙就是剥皮的刑场，剥下的皮囊里塞进稻草，吊在旗杆上示众。朱棣下令把景清剥皮食草，悬挂于长安门。无巧不成书，后来朱棣的轿子经过长安门，悬挂皮囊的绳索忽然断了，景清的皮囊掉落在轿子前面，状如扑击。朱棣大吃一惊，下令烧毁。一日，朱棣午睡，梦见景清手拿利剑追杀过来，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醒来后惊叹，想不到景清死了还这么厉害，于是下令诛杀他的9族以及乡亲，一共株连了几百人。他的乡亲全部被杀，村庄化为一片废墟。这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瓜万超。朱元璋推行特务政治，设立检校、锦衣卫来监视百官。在处理胡惟庸档案和蓝玉档案时，锦衣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尽管锦衣卫确实有用，2度把来不及实施的谋反扼杀在摇篮里，朱元璋晚年还是意识到锦衣卫是个弊大于利的体制，于是告诫他的继承者，这不是守成之君用的手段。有鉴于此，他取消了锦衣卫诏谕。但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以后，立刻把它恢复了。不仅如此，朱棣还建立另一个特务组织东厂。朱棣在北平时，为了刺探南京情报，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为耳目。即位以后，特别倚重宦官，东厂就是由宦官掌控的机构。从此厂位横行，流毒无穷。宦官这个最终把明朝拖垮的肿瘤，就是在永乐时期扎根在大明体内的。明史大家吴晗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个尖刻的评语：十足自私惨刻的怪杰。这个怪杰的20几个儿子，得其真传的莫过于朱棣。把这一评语加到朱棣的头上，无需增减一字，正好合适。朱元璋的皇太子朱标，明史说他为人有爱；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则是史书中少有的人君。同一父亲所生的儿子，秉性截然不同，只有朱棣酷似乃父。明成祖朱棣并非无能之辈，他5次出征漠北，征服了安南，发动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，还命人编撰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应该说是颇有作为的皇帝。历史是复杂的，
历史人物有他的多面性，在一枚永乐大帝的当下，尤其需要看到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。